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外敌打进来的那一天，而是内部的某个角落早已安静的烂掉，却没有人注意到的那段日子。清朝末年，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东南沿海，盯着洋人的炮舰、太平天国的旗帜，还有上海滩越修越高的洋房。但就在同一时间线上，帝国的西北方向，一片辽阔到地图上都懒得画细节的土地上，一场足以改变整个区域命运的风暴正在酝酿。它后来被叫做陕甘回乱，也有人叫它同治回乱。光看这个名字，你大概会以为这是一场宗教起义。回民不满压迫，揭竿而起，朝廷派兵镇压，故事结束。但如果你真的走进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是一场宗教战争，甚至不是一场有组织的叛乱，它更像是一个庞大帝国在边疆治理上的长期偷懒、长期糊弄之后，终于被现实反噬的总崩盘。欢迎来到壁画太多，我是三太。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画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1862年，大清帝国正在经历它最手忙脚乱的时刻。东南方向，太平天国还没被彻底摁下去，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带着湘军、淮军满头大汗地围剿天津。英法联军刚烧完圆明园没2年，北京城里的权贵们还在消化那口窝囊气，所有的目光、所有的银子、所有还能打仗的兵，全都被吸向了东边和南边。而这个西北呢，朝廷几乎忘了那个地方。陕西和甘肃在当时的帝国版图上，就像一个被信号遗忘的偏远基站。那里有广袤的土地，有回汉杂居了几百年的村庄和集市，有早就被裁撤的七零八落的驻军，还有一套已经腐烂到只剩骨架的地方，那就是行政系统。没有人认真去管那个地方的治安，没有人在意那里的官司有没有人判，甚至连最基本的粮价波动和土地纠纷都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衙门能去处理。你可以把当时的陕甘想象成一片干透了的草原，地面上看着还算平静，牛羊照常吃草，农夫照常赶集，但地底下全是干柴，空气里弥漫着看不见的火星，缺的只是一个引燃点。而这个引燃点来得极其荒诞，关于它的细节后面我们会仔细说。但在这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一场因为买卖竹竿引发的街头争执，在短短几周之内演变成了整个关中平原的族群仇杀。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烈度之猛，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不是一次偶发的治安事件被放大了，而是一个庞大帝国长期治理缺位所积攒的全部代价，在同一个瞬间被一次性兑现了。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时，会下意识地往宗教冲突或者民族矛盾的方向去想，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故事的表面确实涉及回民和汉民两个群体。但如果你耐心听完今晚这整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件让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把这场浩劫简单归结为宗教战争，其实是最偷懒的一种解释方式，它掩盖了真正的病灶。这个病灶的名字叫治理失败。一个政府如果长期不能为他的人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和公正感，那么人民就会自己去寻找替代方案。而当人民开始自行寻找替代方案的时候，族群和宗教就会变成最方便的组织工具。
不是因为人们天生就想打宗教战争，而是因为在一个法律和行政全部失灵的世界里，你只能信任和你拜同一座寺的人。这就是陕甘回乱的底层逻辑。而今晚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逻辑掰开来看。要理解这场浩劫为什么会发生，你首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陕甘的回民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恰恰是大多数人最容易搞错的地方。很多人一听回民两个字，脑海里就自动浮现出一个画面：一群来自遥远西域的外来者，信着一种格格不入的宗教，和周围的汉人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今晚这段历史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陕甘的回民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外来客，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历史长的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那个时候长安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商人、使节、工匠络绎不绝地涌入关中平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做完生意就走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他们和本地人通婚，学会了关中话，吃上了面食，穿上了汉服，一代一代地扎下了根。到了元朝，蒙古人从中亚大规模迁移穆斯林军人和工匠进入中国内地，这一波人口注入让陕甘一带的回民社区迅速壮大。再往后，明朝、清朝，几百年的时间过去，这些人的后代早已和这片黄土地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要先认清一个事实：到了1862年，陕甘的回民不是移民第一代，不是移民第二代，他们是在这里住了500年，甚至上千年的原住民。他们说陕西话、甘肃话，种同样的小麦，赶同样的集，邻居是汉民，生意伙伴也是汉民。他们和周围的汉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最明显的区别其实就是2件事：他们不吃猪肉，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的重叠度非常高。在陕西的渭河平原和甘肃的河西走廊沿线，回汉杂居的村镇比比皆是，集市上回民的牛羊肉摊子和汉民的猪肉铺子隔几步路就能看到。农忙时节互相搭把手，逢年过节偶尔串个门，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大家已经这样过了好几辈子了。当然，说完全没有摩擦那是骗人的。回汉之间在水源分配、土地边界、集市摊位这些具体利益上，历来就有各种小纠纷。但这种纠纷的性质和你家邻居把垃圾堆到你家门口引发的争吵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它是利益摩擦，不是文明对撞。真正让这些日常摩擦变得危险的，不是摩擦本身，而是没有一个靠谱的裁判。你想想看，2个邻居吵架，如果居委会还在正常运转，调解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如果居委会早就名存实亡，主任常年不上班，偶尔出现一次还偏帮其中一方，那这些小矛盾就不会消失，他们只会一层层叠加，一年年发酵，直到有一天某根最后的稻草落下来，整个体系就会以一种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方式猛烈炸开。而清朝的地方治理系统就是那个常年不上班的居委会，这话不是夸张，下一段你就会看到这套系统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清朝的地方治理系统在陕甘这种边疆地带，到了咸丰年间已经不能用衰落来形容了，得用空壳。它就像一栋外墙还在，门牌还挂着的办公楼，你推门进去一看，里面全是灰，桌椅都卖了，
只剩几个打瞌睡的看门人。先说最基本的人员配置，清朝的县一级行政核心就靠知县一个人撑着，一个知县管一个县，听起来还行，对吧？但你知道当时陕西一个县有多大吗？动辄几千平方公里，人口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散布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原上。而知县手底下有多少正式编制的行政人员呢？通常不超过20个。没有派出所，没有基层法庭，没有社区网格员，你要打官司，得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去县城。到了县城，发现知县今天在忙别的事，明天再来。明天来了，发现排在你前面还有几十个案子。等到你的案子终于被提上来了，知县一看，两家抢水源的事，回汉双方各执一词，查起来太麻烦了，算了，各打50大板，回去吧。这还是知县愿意管事的情况，更多的时候，知县根本不愿意管。为什么？因为清朝中后期的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已经彻底变味了。一个知县被派到陕甘这种穷地方，他心里想的不是怎么造福一方百姓，而是怎么熬过这几年任期，攒够银子，活动关系，赶紧调到富庶的江南去。陕甘的税收本来就少，地方经费长期不足，朝廷拨下来的银子还要被上级衙门层层截留，到了县里能拿来办正事的钱少得可怜。你让知县修个路，建个水渠，多雇几个衙役巡逻，他拿什么修，拿什么雇？没有钱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治理，没有治理就没有秩序。然后再看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司法不公。当回汉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地方官的处理方式往往让双方都不满意，但回民这边的不满通常更深。为什么？因为清朝的地方官几乎清一色是汉人，他们的师爷、幕僚、衙役也几乎全是汉人。在处理涉及回汉争端的案件时，有意无意的偏向几乎是必然的。不一定是故意的歧视，更多时候是一种结构性的倾斜。汉人在衙门里有熟人，知道怎么递状子，怎么送礼，怎么说话。回民在这一套游戏规则里天然处于劣势。打完一场官司，回民这边赢的概率明显更低，即便赢了，执行也经常打折扣。久而久之，一种非常危险的认知就在回民社区里扎下了根。官府不是我们的官府，衙门不是我们的衙门，出了事没有人会替我们说话。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回民就会越来越倾向于绕过官方系统，依靠自己社区内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而在他们的社区里，最有权威、最受信任的组织核心是什么？是清真寺，是阿訇，是围绕宗教纽带建立起来的互助网络。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这场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底下的根其实是世俗的。不是伊斯兰教让回民变得激进了，是清朝的治理失败，把回民推向了唯一还能保护他们的组织结构。宗教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是火，而是人们在大火中唯一能抓住的绳子。更糟的是，这种治理空白不只是回民的问题，汉民那边同样深受其害。地方官不管事，汉民遇到了回民欺负，也没人主持公道。于是汉民也开始自己组织起来，搞相约，搞团练，搞宗族武装，两边都在官方秩序之外寻找安全感，两边都越来越不信任对方，两边都在悄悄囤积自保的力量。这就像两群人在同一片干枯的森林里各自点篝火取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保护自己，但没有人意识到整片森林随时可能被点着。1862年春天，那根火柴终于被划着了。
这个事情要从一根竹竿讲起。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么一根竹竿。1862年的春天，在陕西华州一带的集市上，一个回民和一个汉民因为买卖竹竿，在价格上起了争执。具体是谁先动的手，谁先骂的人，史料记载各有各的说法，早就说不清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原本再普通不过的集市口角，在短短几天之内变成了一场完全不可收拾的灾难。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两个人吵架吗？怎么就能引发一场波及整个关中的族群冲突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械斗升级，然后失控。竹竿争执发生之后，双方各自叫了人来帮忙，这在当时的陕西乡村是非常常见的操作。谁家和邻村吵起来了，第一反应就是喊自家亲戚兄弟过来撑场面。回民叫了同村的回民兄弟，汉民叫了本地的汉民乡亲，一场两个人的口角迅速变成了两拨人的对峙。对峙的过程中，有人动了刀，有人受了伤，有人见了血。在一个治理正常的社会里，这个时候应该有官差赶到现场，把双方隔开，抓人的抓人，审案的审案。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陕甘的基层治理系统形同虚设。华州的衙门对这种事的反应速度，大概和你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外卖差不多。没有人来调解，没有人来镇压，没有人来灭火，于是火就烧起来了。械斗从华州蔓延到了周边几个村镇，每蔓延一步，参与的人就多一层，暴力的烈度就升一级。最开始可能只是棍棒和镰刀，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刀剑。最开始可能只是打伤，然后很快就出了人命，而每一条人命都会在对方的社区里激起更大的愤怒和恐惧，然后引发更猛烈的报复。暴力就这样进入了一个自我喂养的循环。但让这场械斗真正变成全面危机的，不是刀，不是血，而是一样比刀更锋利、比血更滚烫的东西，那就是谣言。就在械斗扩散的那几天里，一条消息开始在回民社区之间以惊人的速度流传，朝廷已经下了密令，要对回民斩尽杀绝。这条消息在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有的说是陕西巡抚下的令，有的还说汉民团练已经拿到了屠杀令，正在磨刀。细节各有不同，但核心信息完全一致，那就是他们要杀光我们。这条消息是真的吗？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来判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清廷在那个时间点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大概率是一条在恐慌中被制造和放大的谣言。但问题在于，在1862年的陕西农村，没有人有能力去核实这条消息的真假。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任何官方的辟谣渠道。你能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从隔壁村逃过来的满脸惊恐的同族兄弟嘴里听到的只言片语。而且这条谣言之所以传播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是因为它有一个极其肥沃的土壤，就是回民社区对官府的长期不信任。我们前面讲过，回民早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觉得官府不站在自己这边。所以当官府要杀光回民这条消息传过来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不可能，而是果然如此。多年的不公正待遇让这条谣言听起来不像谣言，而像是一个迟早要来的结局终于到来了。于是本来还在观望的回民村庄开始行动了，
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进攻的野心，而是出于生存的恐惧。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即将被屠杀，所以他们选择先下手为强。而他们的先下手为强，在汉民那边看来，恰恰就是回民要造反的铁证。于是汉民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和防御。双方就这样被恐惧推着，被谣言催着，一步一步走进了一场谁都没有计划过，但谁都停不下来的全面厮杀。一根竹竿，一场口角，一次失控的械斗，一条无法证伪的谣言。你看，摧毁一个社会的成本可以低到这种程度，前提是这个社会的治理系统已经烂透了。我们需要在这里停下来，好好聊一聊谣言这个东西。因为在整个陕甘回乱的故事里，谣言扮演的角色之关键，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不是配角，它是真正的催化剂。没有它，那场竹竿械斗大概率只是又一次地方治安事件，打完闹完，死几个人，过段时间也就平息了。但有了它，一切都不一样了。官府要杀光回民，这句话在1862年春天的关中平原上，像风一样刮过了每一个回民聚居的村庄和镇子。它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文书、任何军事调令、任何真实信息的流通速度。你必须理解，在那个年代，真相是骑毛驴的，而谣言是骑快马的。一个知县想发一道安民告示，从起草到盖章到派人送到各村张贴，可能需要好几天甚至10几天。但一条谣言从一个村传到下一个村，只需要一个人骑着马跑半天就够了。更何况知县根本就没有发安民告示，因为知县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知道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知道了也知道该怎么办，但不敢办。谣言之所以能这么猛地烧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不是凭空捏造的，它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各地汉民团练的集结和武装。这个团练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地方上自己组织的民兵。太平天国闹起来之后，清廷发现自己的正规军根本不够用，于是鼓励各地乡绅自行组建武装力量来保卫家乡。这个政策在东南地区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在陕甘，它的副作用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些团练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严格的纪律，也没有明确的交战规则。他们本质上就是一帮拿着刀枪的普通农民，被当地有钱有势的乡绅召集起来，保护的首先是乡绅的利益，其次才是村子的安全。当华州的械斗消息传开之后，关中各地的汉民团练开始紧急集结，有些是出于防御目的，害怕回民打过来，但也有一些是带着明确的攻击性目的。他们开始在回汉杂居的村镇里驱逐回民，甚至直接对回民聚居区发动袭击。这些行动在回民眼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条谣言被坐实了。你看，他们果然在组织人手了，他们果然在动手了，他们果然要杀光我们了。这就是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是真的，它只需要制造出一种足够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就会驱动人们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会成为对方恐惧的新证据，然后对方也做出了反应。于是恐惧和暴力就像两面镜子，互相照射，无限循环，无限放大。你仔细想想这个机制，它其实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被疯转，人们在恐惧和愤怒中做出反应，这些反应被另一拨人截取并解读为新的威胁，然后那拨人也做出反应。区别只在于
1862年的关中平原上，人们的反应不是敲键盘发帖子，而是拿起刀枪出门杀人。到了1862年夏天，关中平原上的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回民武装开始有组织地攻占城镇，他们的规模从最初的几百人迅速膨胀到了几万人。这不是因为所有回民都想打仗，事实上，很多回民在冲突初期根本不想参与，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但当你的村子已经被汉民团练烧了，你的家人已经被杀了，或者正在被追杀，你还有什么选择？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那些能保护你的武装队伍。而那些武装队伍几乎全部是围绕清真寺和宗教领袖组织起来的，不是因为这是一场圣战，而是因为在一切社会组织都崩塌的时刻，清真寺是唯一还站着的建筑。恐惧把人推进了暴力，暴力又制造了更大的恐惧。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谁是单纯的受害者，也没有谁是单纯的加害者。回汉两边的普通百姓都被卷进了一台他们既没有发明也无法关停的绞肉机。这台绞肉机的燃料是恐惧，润滑剂是谣言，而它之所以能启动，是因为本该拦住它的那道闸门，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早就锈穿了。我们刚才提到了汉民团练，现在要把镜头对准他们，因为这群人在整个陕甘回乱的剧本里扮演了一个极其讽刺的角色。他们本来应该是灭火的人，结果自己成了最大的纵火犯。团练这个制度最初的设计逻辑其实说得过去。清朝正规军打不过太平天国，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允许地方乡绅自行招募壮丁，筹集经费，组建武装，用来维护地方安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官方授权的民间保安公司。在湖南、安徽那些地方，团练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曾国藩的湘军最早的班底就是从团练起家的。但湘军之所以能成事，是因为曾国藩本人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意识，而且他背后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后勤和指挥体系在支撑。陕甘的团练有什么呢？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正规训练，没有军纪约束，甚至没有明确的任务边界。一个有钱的地主振臂一呼，周围几个村的青壮年带着自家的锄头镰刀就凑过来了，这就算成军了。指挥官是那个地主，军饷靠地主自掏腰包，或者向周围农户摊派。作战目标由地主自己定，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把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武装起来，不给他们纪律，不给他们约束，然后告诉他们保卫家乡，你猜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保卫家乡，但他们对保卫的定义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恐惧和仇恨的驱动下，保卫家乡这4个字很快就被重新定义成了消灭一切潜在威胁。而潜在威胁是谁？在团练的眼里，就是所有回民。可不是参与械斗的那几个，不是拿着武器的那一波，而是所有回民，包括那些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为，只想守着自家几亩地过日子的普通回民农户。这就是团练制度在陕甘酿成灾难的核心原因，他把暴力的权利下放给了最不应该拥有这种权利的人。这些人没有能力区分敌人和平民，也没有动力去做这种区分。对他们来说，最安全、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回民一视同仁的当作敌人来对待。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极其惨烈的场景。在关中平原上，一些汉民团练开始系统性的围攻回民村庄。他们不是在打仗，他们是在清洗。那些村庄里的回民，有的逃走了，有的来不及逃，
来不及逃的人里，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团练可不在乎那么多，因为在他们被恐惧和谣言喂养出来的世界观里，这些人统统都是回匪的一部分。而这种暴行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是更多的回民被迫拿起了武器。你昨天还是一个只想安安静静种地的农民，今天你的村子被汉民团练烧了，你的邻居被杀了，你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现在有人递给你一把刀，告诉你要么拿着它跟我们一起打回去，要么就在山里等着饿死，或者被追上来杀掉。你会怎么选？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团练的暴行本质上是替回民武装做了最高效的征兵动员，每一次对回民村庄的攻击都在回民一方制造出更多的战士，更多的愤怒，更多的绝望。这些新加入的战士转头又会去攻击汉民的村庄，而汉民村庄遭到攻击之后，又会有更多的汉民加入团练。暴力的飞轮就这样越转越快，每转一圈，卷进来的人就多一层，流的血就多一分。最黑色幽默的部分在于地方官对团练的态度。按理说，知县和巡抚应该对团练的暴行加以制止和惩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官不但不制止，反而暗中支持，甚至主动配合。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怕了。他们手里没有正规军可用，团练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武装力量，得罪了团练首领等于自断臂膀。于是地方官选择了闭一只眼，甚至两只眼全闭上。这就意味着团练在事实上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暴力许可证，一个本该维持秩序的制度彻底变成了制造混乱的引擎。而远在北京的朝廷此刻正对着一张铺满红点的地图发愁，西北的火已经烧得遮不住了，但他们手里能打的牌少得可怜。北京的紫禁城里，1862年的朝廷正处于一种非常狼狈的状态。如果你把当时的大清帝国比作一个人，那这个人此刻大概是浑身着火，左手骨折，右脚被夹在石头缝里，然后突然有人告诉他，你家后院也塌了。太平天国还没平定，捻军在华北流窜，英法联军虽然撤了，但留下的屈辱条约像一根刺扎在嗓子眼里。朝廷的财政早就被这些年的战争榨干了，国库见底，各省的税银要么收不上来，要么在半路上就被劫走。军事上能打的部队，湘军和淮军是主力，但这两支队伍全部压在东南前线，一个兵都抽不出来。然后陕甘的急报到了，西北乱了，回汉互杀，城镇沦陷，遍地烽火。朝廷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已读不回。不是不想回，是真的不知道该回什么。你要派兵吧，没兵，能打仗的部队全在几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跟太平军死磕。西北驻军本来就少，而且质量极差，那些绿营兵常年不训练，武器老旧，军饷拖欠，别说平叛了，能守住自己的营盘就算不错了。你要拨钱吧，没钱，国库的银子连东南战场都不够花，哪有余粮分给西北？你要派个能干的大员去坐镇吧，能干的人也不够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名字在当时都已经被东南战事绑得死死的。朝廷在最初的1-2年里，对陕甘的策略基本可以概括为4个字：拖着再说。他们给陕西巡抚和甘肃提督发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谕旨，要求迅速平定剿抚兼施，务必安定地方。
这些话写在纸上，掷地有声，但没有配套一个兵1两银子。这就相当于老板给你发了一封邮件，要求你下个月把业绩翻3倍，但不给你加人，不给你加预算，不给你任何资源，只给你一句我相信你。而陕甘本地的官员呢，他们也很绝望。陕西巡抚英起面对的局面是，省城西安周边已经打成了一锅粥，手头可用的部队不到10000人，战斗力还很可疑，粮饷严重不足，求援的折子一封接一封的往北京送，回复永远是3个字：知道了。英起在这个位置上，既没有足够的武力去镇压叛乱，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去安抚回民，更没有能力约束那些到处放火的汉民团练。他就像一个被扔进暴风雨中的人，手里连把伞都没有。朝廷唯一做出的一个还算有实际意义的决策，是从东南战场调了一支部队过来。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叫多隆阿，一个满洲镶白旗出身的骁勇将领，在跟太平军打仗的过程中立过大功，是当时清军中少有的能打硬仗的人。朝廷把多隆阿调到陕西，算是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西北的火光靠本地那几桶水是浇不灭的，得从外面搬救兵。但多隆阿带来的兵力依然有限，远远不够覆盖整个陕甘战场。更关键的是，多隆阿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的思维方式是打仗、攻城、消灭敌军。对于这场冲突背后那些复杂的社会矛盾、治理缺陷和族群裂痕，他既没有兴趣去理解，也没有工具去处理。他来陕西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打赢。至于打赢了之后怎么办，那这就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这就是朝廷应对陕甘危机的真实面貌，他不是不关心，而是实在腾不出手来。帝国的资源已经被摊得太薄了，每一个方向都在失血，每一条战线都在告急，而中枢的调配能力和决策能力都已经远远跟不上危机蔓延的速度。陕甘就这样在帝国的优先级列表上被排在了最后面。等到朝廷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的时候，那片土地上已经流了太多的血，碎了太多的家，积累了太深的仇恨，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朝廷，讲官员，讲团练，讲武装首领，但现在我想把镜头摇下来，对准那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史书章节标题里的人，那些普通人，那些既没有权利发动战争，也没有能力阻止战争的人，那些只是碰巧出生在了那片土地上，碰巧活在了那个年代里的人。1862年到1863年间的关中平原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2个字：逃命。一个回民农户，可能昨天还在田里锄地，今天就听到消息说，隔壁村的汉民团练正在往这边推进，他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做出一个决定，跑还是不跑？跑的话，往哪儿跑？跑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家里的粮食和牲口怎么办？村口那位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怎么办？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致命的。很多人选择了跑，扔下了田地、房屋和一辈子攒下的家当，拖家带口的往西边或者往山里撤。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留下来，觉得自己和邻村的汉民平时关系不错，应该不会被为难。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能等到第2天的日出。同样的故事反过来讲也完全成立。一个汉民农户平时和隔壁的回民邻居处得挺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个东西。突然有一天，听说回民武装已经攻下了30里外的镇子，正在往这边来，他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选择，跑还是留，信还是不信。
他选择跑，家就没了；他如果选择留，那这条命就要搭进去。他选择拿起武器加入团练，那他就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另一边眼中的刽子手。而这个选择，很多时候不是他主动做出的，是被逼出来的。团练首领到村里征人的时候，你以为你能说不吗？这就是战争中最残忍的逻辑，它不允许你保持中立，不允许你置身事外，不允许你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会把每一个人都拽进来，然后强迫你选边站，强迫你成为加害者或者受害者，有时候两者兼具。在那几年的陕甘大地上，最常见的景象不是战场上的交锋，而是道路上的难民。成千上万的人背着包袱，推着独轮车，牵着孩子，在黄土飞扬的小路上艰难跋涉。他们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只知道身后是火光和喊杀声。有些人走了几十里路，找到了一处暂时安全的寨子，挤在里面苟且度日。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边，不是被杀的，是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战争最大的杀伤力从来不是刀枪本身，而是它摧毁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田没人种了，粮没人收了，集市关了，水井被污染了，药材断了供，饥荒和瘟疫紧跟在战火后面，像两条忠实的影子，收割着比战斗本身多得多的生命。还有一群人的处境尤其让人心碎，那些生活在回汉杂居村庄里的混合家庭，一个回民男人娶了汉民妻子，或者一个汉民男人娶了回民妻子，这种情况在陕甘并不少见。当战火烧到他们的村子时，他们连跑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你往回民那边跑，你的汉民妻子可能不被接纳；你往汉民那边跑，你的回民身份可能让你丧命。这些家庭在和平年代是两个社区之间的桥梁，在战争年代却变成了两边都不信任的弃子。这些故事在正史里几乎找不到记载，官方文书记录的是哪座城被攻下了，哪个将领打了胜仗，哪条谕旨被下达了。普通人的恐惧、逃亡、饥饿和眼泪不在记录的范围之内，他们是历史的分母，庞大而沉默，撑起了所有那些宏大叙事的重量，却从未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名字。而就在这些普通人继续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同时，朝廷的那支救兵终于赶到了。多隆阿带着他的部队踏进了关中。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结局却远没有人们期盼的那么简单。多隆阿这个人，你要是放在一部战争电影里，他绝对是那种开场就自带背景音乐的角色。满洲镶白旗出身，马背上长大的职业军人，在跟太平军的战斗中，一路从基层军官打到独当一面的统帅。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猛，不是那种莽撞的猛，而是那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关键节点的猛。在安徽战场上，他多次率骑兵直接冲击太平军的核心阵地，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朝廷对他的评价是勇冠三军，这在当时不是随便说说的客气话。1862年底，多隆阿奉命率部入陕，他带来的兵力虽然不算多，但质量远超陕甘本地那些半死不活的绿营兵。这些部队跟着他从安徽一路打过来，见过大阵仗，有实战经验，有组织纪律，是真正能上战场的正规军。多隆阿到了陕西之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目标很明确，先把关中平原上最有威胁的几股回民武装打掉，稳住省城西安的局面。他确实做到了。1863年初，多隆阿连续击败了活跃在渭河两岸的几支回民武装，收复了若干被回军占据的城镇。他的推进速度很快，
战术执行力很强，每一场交战都打得干脆利落。关中的汉民百姓听到消息，一度觉得终于有人来救他们了，局面似乎正在好转。但是多隆阿遇到了一个他的军事才能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打赢了仗，却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这话听起来矛盾，但逻辑其实很简单。回民武装不是太平天国那种有明确首都、有统一指挥体系的政权，他们是分散的、流动的、多中心的。关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回民武装力量有几十股，各自有各自的首领，各自占据不同的地盘，彼此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你打掉了这一股，那一股还在；你收复了这座城，那座城又丢了。你往东追，西边又冒出来新的火头，那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多隆阿的部队就像一个拿着锤子在打地鼠的人，锤子确实很重，每一锤都能砸中，但地鼠太多了，而且他们的洞是连通的。更要命的是，多隆阿的军事行动本身也在制造新的问题。他打仗猛，但对投降者和平民的态度也硬。在他的作战逻辑里，回民武装就是叛匪，打败了就要严惩，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从长远看，它关闭了和平解决的大门。那些原本可能愿意放下武器的回民首领，一看投降也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接着打。那些已经逃到甘肃境内的回民武装，一听关中的战况，反而更加坚定了抵抗到底的决心。然后命运给这个故事加了一个残酷的转折。1864年春天，多隆阿在率军攻打陕西周至一带的回民据点时，被一颗投掷类爆破武器击中，伤势严重，不久后不治身亡。他的死亡几乎发生在他军事势头最猛的时候。多隆阿一死，清军在陕甘的攻势立刻陷入了停滞。他带出来的那支部队群龙无首，后续的指挥官无论是威望还是能力都远远不如他。关中的局面又开始回滚，之前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一些成果迅速流失，朝廷再一次陷入了对西北局势束手无策的窘境。多隆阿的故事浓缩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武力可以赢得战斗，但赢不了和平。它是一把好刀，但陕甘需要的不只是一把刀。那片土地需要的是一个能同时拿着刀和药的人，一个既能打仗又能治理的人，一个既能消灭威胁又能重建信任的人，一个不只会问怎么打赢，还会问打赢之后怎么办的人。这个人在多隆阿阵亡之后，又等了好几年，才终于出现在陕甘的地平线上。他的名字叫左宗棠。左宗棠这个人，如果你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跟同时代其他清朝大员的区别，那就是别人看到的是一场仗，他看到的是一整个系统。1866年，朝廷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全权负责平定西北。这个任命来得不算早，距离陕甘回乱爆发已经过去了4年，距离多隆阿阵亡也过去了2年多。在这2年多的空白期里，陕甘的局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回民武装的重心已经从关中平原转移到了甘肃腹地，多股势力在那里建立了各自的根据地，有的甚至开始形成了类似地方政权的雏形。整个西北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已经彻底瓦解，回汉之间的仇恨经过4年的反复碾压，深的几乎看不到底。左宗棠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但这个人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特质，他拿到烂摊子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刻冲上去动手，而是先坐下来想清楚。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陕甘的地理、人口、
族群分布、各股武装力量的构成和诉求，然后才制定出了他的整体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和多隆阿的路子截然不同。多隆阿的逻辑是找到敌人，消灭敌人。左宗棠的逻辑是分清哪些是必须消灭的，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哪些是打完之后需要安置的，以及打完之后这块地方怎么才能不再乱起来。前者是一个将军的思维，后者是一个治国者的思维。这个区别看起来微妙，但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是天壤之别。左宗棠首先解决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回避的问题：钱从哪来？打仗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情之一，而西北又是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朝廷答应拨款，但拨下来的银子永远只有承诺数字的一个零头。左宗棠很清楚，如果等朝廷的钱到位了再动手，那他这辈子都别想出发。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非常大胆的事情，向洋人借钱。他通过上海的外国银行以高额利息借了一大笔贷款，用这笔钱来维持他的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这个决策在朝廷里引发了不少争议，很多人觉得跟洋人借钱有辱国体，但左宗棠不在乎。他很清楚，如果西北丢了，什么国体都没有意义。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之后，左宗棠开始布局军事行动。他的行军路线规划极其讲究，不是哪里着火就去哪里，而是有一套清晰的先后顺序。他的总体方针是先北后南，先易后难，先解决陕北和关中残余的问题，稳定后方，然后再一路往西，进入甘肃腹地，逐步清理那些最顽固的武装力量。这个顺序的好处是，他每推进一步，后方就多一分安全，补给线就多一层保障，不会出现打到前面去了，后面又被人抄了的尴尬局面。左宗棠最核心的创新不在于他怎么排兵布阵，而在于他怎么对待敌人。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清军将领中极为罕见的原则：剿抚并用。打是要打的，对于那些铁了心要抵抗到底的武装首领，他绝不手软。但对于那些被裹挟进来的普通回民，对于那些愿意放下武器的从众者，他主张宽大处理，绝不搞一刀切。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经过4年的相互屠杀，清军上下对回民的仇恨情绪已经非常浓烈，很多将领和士兵巴不得把所有回民赶尽杀绝。左宗棠要在这种情绪氛围中推行他的区分政策，等于逆着自己人的意愿在做事，但他就是硬推了下去。他反复给部下发令，要求严格区分首恶与胁从，禁止滥杀，禁止抢掠，违令者不管是什么军衔，一律严惩。左宗棠明白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你可以杀掉所有拿着武器的人，但你杀不掉一个族群。陕甘的回民有几百万人口，你把他们全杀了，这片土地就彻底废了，空出来的地谁来种？你不全杀，那剩下来的人怎么安排？如果他们心里全是仇恨和恐惧，你今天按下去，明天还会再炸。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在武力清除最顽固的抵抗力量的同时，给大多数人一条活路和一个理由，让他们相信放下武器之后的日子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这就是左宗棠和之前所有人的根本区别。他不是来打一场仗的，他是来修复一个系统的。左宗棠的剿抚并用说起来只有4个字，但拆开来看，每一个字都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操作。咱们先说这个剿。
左宗棠用兵不蛮干，他打仗像下棋，每一步都带着后面3步的算计。他进入甘肃之后，面对的局面非常棘手，回民武装的势力盘根错节，大大小小10几股力量分布在从陇东到河西的广袤地域上。如果你一股一股挨着打过去，战线会拉得极长，后勤补给跟不上，而且很容易陷入多线作战的泥潭。左宗棠选择的策略是集中兵力，逐个击破。他每次只盯住一个最关键的目标，调集足够的优势兵力把它拿下，然后稳固住这个据点，再向下一个目标推进。他从不分兵冒进，也从不急于求成。在他的行军节奏里，你能感觉到一种罕见的耐心。这种耐心不是犹豫不决，而是他很清楚，在西北这种地形条件下打仗，补给线就是生命线。你跑得再快，粮食跟不上来，部队就会垮掉。所以他宁可走慢一点，也要确保每一步都踩实了。再说辅这个字，才是左宗棠整套策略里最精妙也最大胆的部分。他把回民武装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类：首恶和胁从。首恶就是那些发动叛乱的核心首领，是他们策划组织指挥了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胁从就是那些被裹挟进来的普通回民，他们拿起武器不是出于野心，而是出于恐惧和无奈。对首恶，左宗棠的态度是绝不姑息，抓到了就依法处置，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对胁从，他的态度是只要你愿意放下武器，既往不咎，朝廷会给你一条生路。这个区分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敌人的阵营里制造了裂缝。你想，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投降也是死，那谁还会投降？大家只能跟着首领死扛到底。但如果普通人知道投降有活路，而且投降之后真的会被善待，那很多人心里就会开始打小算盘了。我为什么要跟着这个首领去送死？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只想活下去。这种心理一旦蔓延开来，武装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就会迅速瓦解。左宗棠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他之前，其实也有清朝官员喊过剿抚兼施的口号，但那些人的抚往往停留在嘴上。回民真投降了，要么被秋后算账，要么被扔到一边自生自灭。左宗棠不一样，每攻克一个地方，他都会亲自安排投降回民的去处，划给他们土地，拨给他们种子和农具，甚至提供口粮，帮他们度过最初的几个月。他要让所有还在观望的回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投降的人真的活下来了，真的有了地种，真的没有被杀掉。这个例子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招降武器，比任何榜文和谕旨都管用。当然，这个过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左宗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而且这些阻力很多来自他自己人。他手下的很多将领和士兵，在经历了多年的残酷战斗之后，对回民的仇恨已经刻进了骨头里，让他们接受区别对待这个概念，简直比让他们冲锋陷阵还要难。有些部队在攻克回民据点之后，不顾命令进行劫掠和滥杀。左宗棠对此的处理方式是严惩。他知道，如果他在纪律问题上退一步，他整套剿抚策略就会功亏一篑。你今天纵容士兵杀了几个投降的回民，明天的消息传出去，后天就不会有任何回民再愿意投降了。信用这个东西，建起来要100天，毁掉只要1秒钟。左宗棠就这样一手拿刀，
一手拿药，一路从陕西打到甘肃。他的推进速度不快，但每推进一步，他身后留下的不只是被攻克的城池，还有一片正在缓慢恢复呼吸的土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多隆阿时期的作战方式。多隆阿像一阵猛烈的风，刮过之后什么都倒了，但什么也没有被重建。左宗棠像一条缓慢但坚定的河流，流过之处虽然也有冲刷和淹没，但河水退去之后，泥土会沉下来，种子会重新发芽。不过河流再缓慢，也终究要面对最硬的那几块石头。甘肃腹地的那些最顽固的据点正等着他呢。甘肃的深处有几块骨头特别硬，左宗棠一路推进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知道，前面等着他的不再是那些愿意谈判、愿意投降的对手，而是一群已经把后路全部烧断的人。这些人里最具代表性的是盘踞在各自地盘上的几位回民武装首领，他们有的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有的在当地回民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一声令下就能召集几万人。他们之所以拒绝投降，原因各有不同。有些人是因为双手沾了太多血，知道投降之后也难逃一死；有些人是因为信念，他们真心认为自己在为族人的生存而战，放下武器等于背叛；还有些人纯粹是因为权力，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地盘上当了好几年的土皇帝，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都一样，他们不会谈，只能打。左宗棠对此早有预判，他的剿抚并用策略从一开始就为这些人留好了位置，他们就是那个剿字的对象。对于这些铁了心要打到底的首领，左宗棠没有任何犹豫，集中兵力围而歼之。西宁方向的战事是其中极为艰苦的一段，青海东部的回民武装力量强悍，地形又对防守方极为有利，高原的海拔和气候让清军的后勤压力大到了极限。士兵们从低海拔的关中和陇东一路爬上来，很多人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经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够呛。粮食要从几百里外运过来，走的是崎岖狭窄的山路，一场暴雨就能把补给线彻底切断。左宗棠在这个方向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调整部署，确保部队不会因为冒进而陷入绝境。肃州的围城战则是另一种残酷。肃州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咽喉位置。占据这里的回民武装首领据城死守，城墙厚实，粮草充足，摆出了一副要跟清军耗到底的架势。左宗棠没有强攻，他选择了围困。他命令部队把肃州围得水泄不通，切断所有的外援和补给通道，然后就是等。这个等字说起来轻飘飘的，但实际执行起来极其考验耐心和意志。围城持续了很长时间，城内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饥饿开始在守军中蔓延。左宗棠在城外不断喊话，给城内的普通士兵和百姓开出投降的条件，试图从内部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这招确实管用。随着围困的持续，城内开始出现动摇，有人偷偷翻墙出来投降，有人在城内酝酿兵变，守城首领的权威在饥饿面前一天天的被侵蚀。最终肃州被攻破，城破之后，那些拒绝投降的核心首领被处死，而其余的守军和平民则被按照左宗棠一贯的政策区别对待。
这些最后的硬仗，每一场都打得极其艰难，每一场的背后都有巨大的后勤压力和人员损耗，但左宗棠始终没有偏离他的总体方针。该打的坚决打，该招降的耐心招降，打完之后立刻着手安置，不留权力真空，不让混乱重新填满那些被清理出来的地方。到了1873年前后，陕甘回乱的主要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了。从1862年那根竹竿算起，这场浩劫已经持续了整整11年。11年的战火，11年的逃亡，11年的饥荒和瘟疫，把陕甘两省从帝国的粮仓变成了一片焦土。但战争的结束不等于故事的结束。枪声停了之后，一个更庞大、更复杂、更需要耐心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那就是你怎么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社会？你怎么让那些刚刚放下武器的人相信和平的日子真的来了？你怎么让两个互相仇杀了11年的族群重新学会做邻居？这些问题的难度可一点都不比打仗小。枪炮声停下来之后，左宗棠面对的是一道比任何城墙都难攻破的题：怎么安置几十万刚刚放下武器的回民？这个问题的规模大到让人头皮发麻。经过11年的战乱，陕甘两省的回民人口已经大幅缩减，但剩下来的人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人里有曾经拿过刀枪的战斗人员，有被裹挟着跟着部队走了好几年的家属，有从陕西一路逃到甘肃，又从甘肃逃到青海的难民，还有从头到尾躲在山沟里侥幸活下来的老弱妇孺。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一无所有，房子没了，田地没了，牲口没了，积蓄没了，很多人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你把几十万这样的人往哪儿放？左宗棠给出的答案是分散安置。他不允许大量回民继续集中聚居在原来的地方，因为集中聚居意味着他们可以迅速重新组织起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又是一场暴乱的温床。他的做法是把投降的回民拆分成小群体，分散安置到甘肃各地的不同州县，每一处都和汉民村庄交错分布，让他们在物理空间上彼此隔开，在日常生活中又和汉民重新产生交集。他既防止了回民力量的重新集结，又避免了把回民赶到某个荒凉角落自生自灭的极端做法。他在安全考量和人道考量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当然这个平衡点对回民来说谈不上公平，因为他们是被强制迁移的，没有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离开故土。但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这可能已经是最不坏的选择了。分散安置只是第一步，左宗棠非常清楚，如果你把人搬到了新地方，却不给他们活下去的手段，那这些人迟早还会闹事。饥饿和绝望是所有叛乱最忠实的招募官。他在安置的同时，配套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他命令地方官给安置回民划拨耕地，发放种子和农具，提供头几个月的口粮。这些东西从哪来呢？一部分是从被战争清空的荒地中划拨的，一部分是靠左宗棠自己从有限的军费里挤出来的。说实话，数量远远不够，质量也参差不齐，很多安置点的条件非常艰苦。但至少他给了那些人一个起点，一个我可以从这里重新开始的最低限度的可能性。然后左宗棠做了另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着手恢复地方行政系统。战争摧毁的不只是房屋和农田，还有整个基层治理结构。
很多州县的衙门已经空了好几年，知县要么跑了，要么死了，衙役散了，档案烧了，连个收税和断案的人都找不到。左宗棠重新任命了一批地方官，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衙门的基本运转，把户籍登记起来，把纠纷管起来，把税收征起来，把集市开起来。他知道，如果基层治理的真空不被填上，新的混乱迟早会钻进来。这场浩劫的起点就是治理缺位，如果战后的重建不把这个根子修好，一切都白打了。这套重建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之前的军事行动。打仗至少还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消灭敌军。但重建呢？你面对的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网，每一个洞都需要补，每一根线都需要重新拉，而你手里的材料永远不够用。左宗棠在这方面展现出了一种和他打仗时截然不同的气质。打仗时，他像一条奔涌的河；重建时，他像一个织补匠，一针一线，耐着性子缝。但不管左宗棠缝得多么用心，有些裂痕是缝不回去的。11年的战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创伤，远不是几年的重建就能治愈的。那些消失的人口，那些灭绝的村庄，那些被仇恨浸透的记忆，他们不会因为一纸安置令就烟消云散，他们会沉淀下来，渗进泥土里，成为这片土地永久的底色。而当你真正去直面那些数字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场浩劫的真实重量到底有多沉。现在我们要面对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没有任何戏剧性，没有任何故事感，但它可能是今晚整个讲述中最让人沉默的部分。陕甘回乱爆发前，陕西省的人口大约在1300万左右。战争结束后，这个数字跌到了大约700万。甘肃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战前甘肃的人口估计在1500万上下，战后直接腰斩。有些统计口径给出的数字甚至更低。两个省加在一起，在11年的战乱中，消失的人口可能超过1000万。你可以试着在脑子里把这个数字具象化一下，1000万人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如果你把这些人排成一列，按照每人占1米的空间计算，这条队伍可以从北京排到莫斯科，再折回来。而这些人在短短11年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是怎么消失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死于直接的战斗。战场上的交锋固然惨烈，但真正吞噬掉大多数生命的是战争引发的连锁灾难。首先是饥荒。11年的战乱让陕甘两省的农业体系彻底崩溃，田地荒芜，水渠损毁，耕牛被征用或宰杀，种子断供。没有人种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人就会饿死。这个逻辑简单的残忍，在那些年的陕甘大地上，饿殍遍野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每一条道路上都能看到的日常景象。然后是瘟疫，饥饿削弱了人的免疫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把各种传染病带到了每一个角落，而战争又摧毁了所有的医疗资源。没有大夫，没有药材，没有干净的饮水，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掩埋死者，尸体暴露在野外，成为新的疫源。疾病就这样在难民群中一波接一波的爆发，每一波都带走成千上万的人。还有冻死的。陕甘的冬天本来就冷，黄土高原上的寒风能穿透任何单薄的衣物。战争让无数人失去了住所，他们只能在露天或者简陋的窝棚里过冬，没有棉衣，没有炭火，没有遮风挡雨的墙壁。每一个冬天都是一场无声的大规模淘汰。
这1000万人里，有多少是回民，有多少是汉民，精确的数字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回民在战争初期和中期遭到了汉民团练的大规模攻击，大量回民村庄被摧毁，人口急剧下降。后来清军的军事行动又进一步压缩了回民的生存空间，而汉民的损失同样巨大，特别是在回民武装势力最盛的那几年，关中和陇东的许多汉民聚居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不挑食，它两边的人都吃。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1000万条生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不是首领，不是将军，不是决策者，他们是那些种地的农民、赶集的小贩、纺线的妇人、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只是碰巧站在了历史的碾轮底下，被无差别地碾了过去。而且这些数字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长期处于一种奇怪的沉默状态。你翻开大多数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太平天国有专章，鸦片战争有专章，甲午战争有专章，但陕甘回乱往往只有寥寥几段，有的甚至一笔带过。1000万人的消逝，在主流历史叙事中几乎没有获得与其规模相称的重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不是说其他那些事件不重要，而是说1000万这个数字理应拥有它自己的声音，它自己的位置，它自己的追问。每一个数字的后面都曾经是一个有名字的人。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从一根竹竿走到了1000万人的消失，从1862年的春天走到了1873年的焦土。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远，远到能看见整幅画面的位置，然后问一个贯穿了今晚整个故事的问题：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一个偷懒的答案是回民的错，他们发动了叛乱。另一个同样偷懒的答案是汉民的错，他们先动的手。还有一个看起来深刻，其实同样偷懒的答案是，这是宗教冲突的必然结果，两种信仰不可调和。这些答案都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答案都只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然后就急匆匆地宣布自己找到了枕头大象。你已经看到了，在每一个暴力爆发的节点背后，都站着一个缺席的身影，那就是治理。华州的竹竿械斗为什么没人来调解？因为基层行政瘫痪了。谣言为什么能传得比真相快100倍？因为官方的信息渠道早就断了。回民为什么不信任官府？因为司法系统长期对他们不公正。汉民团练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攻击平民？因为没有任何上级权力在约束他们。整个陕甘为什么像一片干透的草原，一点就着？因为朝廷已经几十年没有认真灌溉过这片土地了。这就是今晚这个故事最核心的教训：治理失败才是最大的暴力。一个正常运转的治理体系，它的作用不是消灭矛盾，而是在矛盾变成冲突之前把它接住。人和人之间有摩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回汉之间有利益纠葛也完全正常。关键不在于矛盾存不存在，而在于有没有一套机制能够及时的、公正的处理这些矛盾。如果有矛盾，就只是矛盾，吵一架就过去了；如果没有，矛盾就会变成仇恨，仇恨就会变成恐惧，恐惧就会变成暴力，暴力就会自我繁殖，直到吞噬一切。清朝在陕甘的治理失败，不是某一个昏庸官员的个人问题，它是整个帝国制度性衰退的一个缩影。
当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注意力和资源都集中在最热门的危机上，却对那些看起来还没出事的地方长期忽视，那些地方迟早会以最猛烈的方式提醒你它的存在。陕甘就是那个被忽视了太久，最终以1000万条人命为代价发出了提醒的地方。而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收拾这个残局，不是因为他的军队比别人更能打，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极少数能够同时看到打仗和治理2个维度的人。他知道光靠武力可以暂时压制住暴力，但只有重建治理秩序，才能从根上防止暴力的再生。他的剿抚并用、分散安置、恢复生产、重建行政，这些措施的背后是同一个逻辑，把国家的手重新伸回到它本该在但已经缩走了很久的地方。这个逻辑放在今天依然成立。你可以把陕甘替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在经历族群冲突、宗教冲突或社会动荡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地方的深层结构和1862年的陕甘惊人的相似。表面上是文化的碰撞、信仰的对立、族群的仇恨，底下全是治理的真空。当人们得不到公正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能给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最近单元。那个单元可能是宗教，可能是民族，可能是部落，可能是任何一种身份标签。不是这些标签制造了冲突，而是治理的缺席让这些标签成了人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记住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记住谁杀了谁，而是为了记住，当一个社会的底层秩序悄悄碎裂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是很轻很轻的，轻到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直到有一天，一根竹竿落地的声响变成了1000万人的沉默。那些消失在黄土里的名字，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了。陕甘的风还是那个风，渭河还是那条渭河，河西走廊的落日依旧把戈壁滩染成琥珀色。大地不记仇，也不替谁喊冤，他只是安静地拖着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走。但也许，在某些个很安静的夜晚，当风穿过那些古老村庄的旧址，穿过那些早已被填平的壕沟和废弃的城墙，如果你把耳朵贴近地面，你会听到一声极轻极远的叹息。那声叹息什么也不控诉，什么也不原谅，它只是轻轻地说，我曾经在这里活过。